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傅山海为播先火，诚意如何用武侠新标杆重塑观众的期待？2025年暑期档未至，傅山海已提前点燃整个武侠剧市场。一支预告片上线不到48小时，话题词傅山海预告阅读量突破10亿大关。相关短视频播放量更是迅速逼近8000万次，这种堪比顶级爆款的热度，不仅源自观众对古装武侠品类的情感投射，更关键的是诚意。这位自莲花楼之后被誉为新武侠门面担当的演员，正在以自身沉淀和突破，为行业交出一张难以复制的答卷。在传统武侠美学与现代审美趣味交锋的当口，傅山海的先声夺人，是偶然的天时，更是演员与团队多年耕耘后的人和。从莲花楼到傅山海，诚意的武侠美学进化史。2023年，莲花楼打破沉寂，凭借豆瓣8.2的高分，成为近5年评分最高的武侠剧。诚意饰演的李莲花一角，既有身残志坚的江湖苍凉，也有潇洒笑对命运的内敛张力。那场被称为武侠教科书的竹林长镜头打戏，不仅成了社交平台的剪辑热门，更被武术指导圈反复观摩研究。专业数据显示，该剧播出期间，诚意相关关键词搜索量提升达410%，大量年轻观众因它而首次真正爱上武侠。进入傅山海，诚意再度回归武侠题材，却不是重复自我，而是对武侠精神与人物厚度的再度拓展。预告片中，他一身青衣，于雨幕之中执剑而立，整个人仿佛从画卷中走出，身形挺拔，神情克制，一种含蓄的力量与孤绝的气质扑面而来。那一幕不仅击中观众的江湖想象，也折射出现代武侠对角色深度的更高要求，不止于打得漂亮，更要演得动人。诚意的表演始终不是表面的动作堆砌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信念传达。它让观众相信，侠客不再是完美化身，而是伤痕之下的温柔之人。那份带着缺口的英雄感，恰好是 Z 世代观众最想看到的情感替代。为播先火的背后，数据热潮如何折射行业转向？傅山海的现象及为播先热，并非偶然，而是一次全链路的审美共振与用户情绪共鸣。官方微博开通当天，粉丝量即突破100万，相关视频转发量在48小时内超过200万。更为惊人的是，原著小说销量较之前一周暴涨超400%。甚至带动周边商品如诚意同款外套在淘宝搜索指数中暴涨220%。这类剧未播带货先行的反向效应，在传统 IP 改编中极为罕见。多家第三方数据平台分析显示，傅山海热度贡献值中，诚意个人影响力占比高达60%以上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是一个演员带动内容热度、反哺平台与 IP 的典型案例，说明观众消费的已不仅是剧集，而是诚意所代表的表演气质和精神符号。在腾讯视频暑期档预约榜上，傅山海以超800万预约量遥遥领先，堪称断层式碾压。与此同时，抖音平台上已有超3万条以傅山海打戏诚意古装剪辑为主题的用户自发视频，总播放量破5亿。这一切背后呈现出一个明确的趋势：平台效应正在让位于演员品牌真正拥有稳定口碑的表演者，成为引领市场的关键变量。水墨打戏，呼吸节奏，诚意用身体写诗的表演法则。在已曝光的片花中，傅山海的打戏不仅节奏紧凑、设计合理，更透露出一种独特的水墨意境感。这种介于舞蹈美学与真实搏杀之间的动作风格，并非刻意追求唯美，
而是融合了视觉语言与角色精神的一种新表达。程毅与武术指导团队共同创新的水墨武打体系，强调身体线条的流动性与节奏感，让每一次挥剑都如同泼墨绘画。打戏不再只是展示技艺的手段，而是一种角色内心变化的写意呈现。微博影评账号剑影流光评论道：“这是近年来最具东方气质的武打设计，不炫技，不浮夸，而是用身体叙述人物的孤勇与隐忍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程毅在幕后纪录片中透露，他为角色设计了呼吸节奏的切换，打戏时采用腹式呼吸，营造战斗张力；文戏时则转换为胸式呼吸，以呈现人物的情绪波动。这种近乎苛刻的身体管理方式，使得他在镜头前的每一次情绪爆发都真实可信，恰到好处。”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表演系老师曾评价，程毅的武侠角色不再是行侠仗义的类型模板，而是一个有逻辑、有感情、有肌肉记忆的完整生命体。他用身体书写角色，让人相信侠之存在。武侠不是没落，是需要真正的懂武之人。傅山海的火爆引发了整个影视行业的集体反思：武侠剧真的过时了吗？事实证明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题材，而在讲故事的人与演故事的人。当下的古装剧市场充斥着模板化生产，滤镜雷同，人设重复，打戏假大空。但傅山海的差异化在于，他没有跟风仙侠化或玛丽苏，而是回到最初的武侠精髓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没有天降主角光环，有的只是一个个在风雨之中砥砺成长的真实人物。程毅饰演的男主，正是这一精神的具象化体现。他不是神仙侠客，而是一个挣扎在江湖与命运之间的孤独者。他的侠不在于多会打，而在于始终坚守内心那一寸光亮，即便遍体鳞伤，也要逆风而行。这恰恰契合了新时代观众对于英雄的期待转向，不再追求完美无缺，而是渴望看到像自己的不完美但足够真实的角色形象。易恩数据2025武侠剧白皮书指出，程毅主演剧集的观众留存率平均高达78%，显著高于行业平均的43%。他已经成为一批年轻观众心中最可信的古装演员。如果说莲花楼是程毅初次惊艳行业的一剂亮剑，那么傅山海就是他对武侠题材的再一次进化回应。在这个注意力稀缺、流量更替迅速的时代，能够不靠绯闻、不靠 CP、不靠话题，依靠演技与审美稳扎稳打的赢得市场、赢得口碑，已经极其罕见。程毅正是那种罕见的演员，他既是古装剧中的稳压轴，也是武侠新美学体系的参与者与构建者。他用角色说话，用作品作答，把演员这一职业拉回其最本真的状态。当平台、资本和流量都在寻找下一个热点时，程毅与傅山海给出的答案却朴素的惊人。只要角色足够真实，情感足够动人，观众的心就能被再次点燃。所以，不管傅山海最终收视如何，他已然完成了一项更大的成就，唤醒了一代观众对于武侠是什么的集体追问。而程毅也已经不是那个被看好的演员，而是真正成为了行业的参考线。